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的是这一颗四缸分油盘，从台北来的 G 卡230 GE 1995年末代的四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由于经过将近30年的使用之后呢，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就好像楼上的水塔，经过30年如果不整理的话，那肯定里面有很多脏东西。油箱也是这样的情形，它是提供汽油的地方。30年之内累积了油箱里面的铁锈、加油站的沙子。还有汽油挥发掉之后所留下来的油泥。我们来看看这颗 W461的230 GE 四缸分油盘在未整修之前它的堵塞状况。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现在进行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这个分油盘它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在170左右。我们来看看它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大概是在多少？这颗分油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外观看起来都是四缸分油盘，但是它的编号不一样。它的型号不一样，一个是红的名牌，一个是黑的名牌，所以说，他们主要时间到，好，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230 GE 的话，大哥接收整修过很多台，应该有超过10台吧，从香港来的。那个230 GE， 因为香港他们喜欢 G 卡，而且很多。230 G 当然他们是那个右手方向盘的。我发现今天我们测试的这个分油盘，它的型号是我们标准的，比如 W124的230 GE。的分油盘的型号是一样的。那香港来的那个 230 GE 给大哥修的，他们的名牌是红色的。红色跟黑色，它们的差别就是出油量结构完全都一样，而且可以取代，孔位也都一样。那它的出油量，红色名牌的出油量大概都会在190左右，甚至有到200了。那这一颗分油盘就是W124四缸分油 M102 引擎用的四缸分油盘，它出油量应该在170。但是呢，大哥发现它台湾的这部230 GE 它的分油盘，跟香港的那边都不一样，它是黑色名牌，也就出油量是170。那是不是车主有在之前有被人家维修然后被换过的，这个大哥就不知道了。OK， 我们来看看这个检修之前它的出油量。第一缸由右到左分别1、2、3、4缸，第一缸、第二缸130，第三缸135，第四缸130。那跟标准的170，就差了40 ml， 而且它的出油量都还蛮平均的，但是总体的出油量不足，差了40 ml， 170减130等于40。这个很明显，这个是大油道堵塞。这车子就
带有到堵塞的话，就是供油过稀，会产生稀薄燃烧，产生高温。那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结果。哦，对，这颗喷油盘编号是40848。大哥已经把这颗编号40848从台北来的 W461 G 卡230 GE 的4缸喷油盘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都在130左右我们来看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正负15%。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由于经过30多年的使用，那我们的引擎不会坏，但是喷油盘、供油系统都堵塞了。电子喷射也是一样它电子喷射没有喷油盘，但它是堵塞的是在喷油嘴。那喷油嘴电子式的喷油嘴一支，如果全新的话，可能要7、8千块，而且可能还缺货所以说，老车30年的老车不报废要继续开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整修那个供油系统，把我们堵塞的部分清理干净，因为喷油盘没有坏。它是故障，它是堵塞而已。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缸160，第二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68，第四缸165，跟厂方要求的170就相当接近了。那我们目视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算成绩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230 GE G 卡的4缸喷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那这个阶段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次的测试，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这个喷油盘的编号是40848。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还有一点就是，G 卡它 G 卡它的喷油盘，如果香港版右手胎的，它是用红色名牌的4缸喷油盘当然都是 Bosch 做的，因为这是 Bosch 的专利。那红色的呢，它出油量就会在190左右，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它这个喷油盘完修之后，它有出油量只在170，大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车主在之前在整修过程当中喷油盘被人家换过了？那如果说用这颗黑标的喷油盘，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只要把插压阀的那个系统供油量调到最正确来修正它，其实这是无所谓的。无伤大雅的。那个红色的名牌的4缸喷油盘，大哥有经历过的，就是
霸高啊W201的2.3 16V， 它是用红色名牌的，还有就是2.5 16V 大哥整修过的，也是用这个红色名牌的分油盘，那它出油量都会在190到200，跟170其实差了20-30 ml。那无论如何，大哥在回装到车上之后呢，也会做一个测试，来看看它的供油量是不是经过大哥调教之后是不是能够足够。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回头来看它的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台北来的 G-Car W461的230 GE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第4缸都是190，它几乎已经是零误差了。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整修过之后，它的误差竟然是0啊！只有第2缸是188，稍微低一点第2缸跟第4缸188，这个几乎已经是零误差这个分油盘它并没有坏，它是堵塞的，因为它不是消耗件，它也不是活动件。那经过30多年之后呢，油箱的污染，那供油系统我们必须要重整如果说除非我们把它报废，那因为宾士车1990年代的造车工艺，他们的方向是坚固耐用、安全舒适，要让你用不坏的，也没有所谓的环保材质，什么地方都每个地方都是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开关这个分油盘整修过之后呢，理论上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因为这次堵塞是30年嘛，20年以内这个分油盘供油系统理论上应该是完整的，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油箱是个污染源，油箱里面的滤网它会积了很多脏的东西，如果有必要出油量不足，那就必须把滤网拆下来清理汽油泵浦的滤芯旁边那个滤芯要跟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因为我们是30年的老车，不是5年10年的中古车我们油箱一定要保护好，不要让它有再污染的这种状况发生加95的汽油那油箱维持半桶油，让避免我们底下的生锈的地方跟空气接触常常跑高速公路，把我们表面的积碳清除掉大哥也不建议说用汽油清洁剂清洁我们的这个供油系统，因为成分不明我们也用得不安心今天我大哥的测试报告到此结束，我们再来期待这部车这个分油盘回装到引擎上面之后的测试结果。好，拜拜。